已为您推荐目的地附近的停车场，请点击前往，执行通过当前红绿灯。保持直行，建议走中间车道。350米后，在红绿灯路口向右前方行驶。这里的话就是比较嘈杂的一个路段，进入停车场。我们可以体验一下第9这个车型的整体的一个隔音效果。我先把窗户打开，可以感受一下外面的一个噪音这一块。我们第9这个车型全车的都是采用这个双层隔音夹胶玻璃。即将在红绿灯路口向右前方行驶。进入然后我们停车场。现在再把窗户给关上，再感受一下它的一个静谧效果。请走右侧车道。向右前方行驶，进入停车场。你好，同事。Hello。退出导航。好的，已经是桌面了。对头。你好，同事。来啦。去重庆印象城。结果是第几个？第1个。我们行驶过程当中哈，因为我们前方经过学校路段，是有流量的、带有高度的一个导航，然后我们也有我们的限速的一个提醒啊，这些避免我们的超速。它是实时更新我们的导航系统，比方还有前方有堵车呀，这些都会提醒。有违法拍照。然后出了什么交通事故啊，这些都前方红绿会有灯路口直行。现在我们试驾的这款第9车型的话，是我们的一个全系的一个最顶配，44.98万的。它是带有我们的这个云辇 C 的一个底盘控制系统这一块。请小心，右侧有车辆汇入。然后我们全系的话，它是从33.98万到44.98万这个区间。纯电续航是多少？纯电的话，我们这款车的话，它是190公里的一个纯电的一个续航。然后我们满油满电的话，它是980公里。它亏电续航吗？电用完了亏电的油耗呢？油耗的话，就是我们第9这个车型的话，我们的亏电油耗就是6.7升油100公里，然后加92就可以了。300米处所以说我们有违法拍照。日常的一个使用成本是相当低的。这是我们采用的是比亚迪的这个 DMI 的一个超级混动，我们发动机用的是1.5T 的一个消运的一个发动机。这款发动机的话，它是专门针对这个混动车型研发的，所以它的一个热效率是非常高的这一块。它有多少这种模式？然后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新能源这个界面图啊，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最低的 SOC 的一个保电的话是25%，然后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一个电量剩余多少，以及我们的现在是否用电。如果是发动机启动的话，我们前面方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示意图它会显示红色。现在我大脚油门给踩一下，它让发动机介入一下看，它就现在变成红色了。这个就是我们发动机现在介入工作整体的。
我们这个超级混动的话，它一共工作的话，它是一共是4种模式。第一种的就是我们的一个纯电模式，然后第二种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种串联模式，就是发动机启动给我们车辆进行一个补能，但是并不驱动我们车辆哈，它只是起到一个补能的一个作用。然后第三种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发动机可以直驱，我们的就是一点就是这个工况的话，一般是在跑高速的情况下，我们发动机可以直接驱动我们的车辆。然后第4种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并联模式，并联的话就是我们发动机和电机一起做工，来达到我们车辆最大的一个扭矩的一个输出。这个一般的就是也是跑高速或者是我们要超车的这种情况下。我们第有这个车型的话，我们的一个智能语音系统的话，可以连续20秒不间断的与它发送指令这一块。而且除了关于我们驾驶以及安全方面的不能用语音控制以外，其他我们舒适性的控制都可以用语音进行那个操作。可以演示一下。我们的呼唤词的话就是李奥腾士，李奥腾士，在呢。打开车窗，空调调到23度。正在为你打开车窗。OK， 温度调到23了。打开座椅通风。座椅通风已开启。是非常方便的。这个就我们平时的话，专注驾驶的话，就可以不用分心，直接用语音就可以代替了。关闭车窗。OK， 正在为你关闭车窗。而且我们语音的话，它是4音区的一个控制。你好，同事。左后请讲。后排座椅播放音乐播放视频。收到，我也喜欢听音乐呢。芒果 TV 已打开，我只能帮你到这了。然后我们的头枕屏的话是我们全车互联的，然后整个的话它可以单独的一个播放音乐，然后也可以播放成全车，这个都是可以自行切换的哈，非常的一个方便。你好，同事。左后请讲。请停止播放音乐。好嘞。你好，同事。左后请讲。我想看电影。芒果 TV 已打开，我只能帮你到这了。出街，嘉陵江大桥方向，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3公里。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。内有多个违法拍照，请按交规行驶。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第有这前方1.4公里内音箱效果。有多个闯红灯拍照。亲爱的，快点吃啊！李林，你好了没？前方经过事故多发路段，请小心驾驶。还不吃了，抓紧时间啊！哎，老爸，你这好帅啊！你爸最近帅的频率有点高啊，你这是要干嘛呀？见客户。该跑业务了。所有车道均可通行。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。